到现在拍了几部戏了？好像有25部了吧？什么时候出道？不是刚出道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很多年了，就是一直不红。上来就自黑啊！你看吗？这部剧在播的时候？看了好多遍。手机上跟大家一起看。对。跟家里人一起看还是自己看呀？我一开始跟家人一起看，就家人看不下去呢，我就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看。哎呀，你家人这么不捧场啊！我不太喜欢这种类型。看弹幕吗？后来我就专门看了一遍，就是弹幕。你看弹幕的心态是什么呢？就很好笑，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讲的是一个，就是里面有很多用毒，特别就是解药嘛。然后一拿出那个解药，他们就哎呀，彩虹糖要涨价了。就网友特聪明啊！是，然后一吃就也不需要就过血液什么，反正吃完就好了。对，就这么神奇。那你老实交代，你有没有也发几条弹幕？我想来着。就人家喷我的时候，就是吐槽我的时候，我就想，然后结果，想了想，万一这个我发出去被发现出来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戏你的形象真的特别圈粉，为什么呢？是他不是帅，他有一种英气。有史以来演过最挺拔的一个戏。对，因为以前我都是很放松，就喜欢有点驼背，但那个戏就是只要3、2、1。高中都会有分班和那个就是文理科，就是你选择文理科，就是说就会要决定到底要不要走艺术这条道路。然后呢，当时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我想学这方面，就家人就是反对，全家反对，就不是单单是我们家这个小家庭，就整个大家庭，我舅舅啊、姨啊，他们就商量来商量去，就觉得还是不要。哎呀。家人不同意，就是死活不同意，然后我就跟我妈吵，就是那小时候也叛逆嘛，然后呢吵就离家出走了，走了1个星期吧。带钱了吗？有一点，就是有车费。去哪儿了呀？就是因为我在我初中的时候，我妈就是也是很好心，就是送我去农村里面读过书。就是农村里面的学校，就他们觉得就是农村里的孩子都吃苦耐劳，然后呢会影响我。那校长让我修全校的草，你妈肯定跟校长说了，就拿那个大的那个剪刀，就在学校里就这样咔咔咔把每个草都修齐。然后他们农村的孩子都是暑期就是收割的时候，秋天都要放假的，然后爬草什么的。哦，都是你还干过什么呀？村他们的靠山，他们不是围起来建的。我记得那时候特别清楚，就是翻山，就孩子就爬那个山，直接从那个山小跑就上去，然后就翻过去就跑了。最后你知道吗？后来我看那个地方就已经有一条道，谁在那里爬特别明显。就有的时候我们看，哎，就有个人在那边有一条路了。对，有一条路。哎，这种人生体验也挺有意思的，就把你们送到农村，然后去体验各种，特别有意思。哦，然后你就是离家出走就跑那儿去了，是吧？对，因为就有很多乡下的同学，然后放暑假藏起来了，就像还去玩了一样。就大家全部住在一个人家里，几层楼，夏令营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反正大家都睡地铺，就睡在那儿。就那几天轮着是吧？对，每个家住1、2天。他们知道你是跑出来的吗？好像有跟他们说吧，也忘了这个具体不记得了。是这样的。那最后你妥协了吗？你爸妈？对，妥协了，觉得还是要让你去。就既然你就那么坚持，那么喜欢，那你就没办法，家人肯定得支持你。什么时候开始考试了？在上海？就是跟现在艺考生一样的，就是上海戏剧学院。对，你为什么不考表演系呢？我考的是上海，我一开始我是在上海音乐学院学的，考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剧系。对，他录取8个人，他会发12个准考证。我是临近，就是说。上海音乐学院考完，我在名次后面。我妈说那怎么办？那肯定得保个底，万一这个没录取呢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考上海戏剧学院。当时就认识了一个上海戏剧学院，我们后来的班主任就见面了，就约着见面看看这学生怎么样，也是找老师，就是见面了。后来我妈就是见了老师以后，老师看了，他说你生态新表都表演一下吧，台词什么都弄完了以后，他说你。对，跟我妈讲，他说你孩子不适合干这个。他说你们说话江西人，
儿子都说不明白，就没有儿化音，儿子都说不明白。他说怎么做这个？他说话都说不明白，做不了这行。但其实我没有太在意，我这个人很奇怪，不太能听进去别人打击我的话，自动就4个字年少轻狂。对，屏蔽掉了。然后我妈就心里很慌的，转头回到家以后，那个老师就主考官，我们那班主任就给我妈打电话了。他说：“你孩子什么都不要学，他说你也别跟他讲，什么都不要再学了，就这样来考我们上戏就好了。”然后我妈听了就舒一口气，她说：“我是刚刚就是在面前故意打击一下他。”他当年对我觉得他那劲儿叛逆，我都不知道他是啥造型，肯定老师要灭他一道，对吧？对，你当时真的很顺利是吧？很顺利，就考了全国第4，我记得是。因为我知道你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音乐剧班，对吧？对音乐剧班，然后那你就到了上海了，还是怎么样呢？当时学艺术特别贵，我就去学上海学家，就是学的时候，我家都把房子卖了，就卖了一套房子，就专门为我学艺术。那他们很不错啊！你们家是好多套房子吗？没有，当时就只有2套房子。卖掉1套。对，卖了1套。那你们到了上海？对，我妈就陪着我。一开始是我妈她做准备之前，就没去上海之前，她是去下海经商了。跟你需要更多的钱去做这件事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就是为了我去读这个去经商。你妈好棒，她去哪儿了呀？深圳。做什么呀？厂房啊，那个出租啊什么的之类的。她辛苦吗？在深圳？考上之后啊，去我妈工作的地方就是她住的地方我都待不下去。环境太差了，就是周围都是打工的，然后呢，就是很小很小的，只有一张小床，就是而且都是那种门对门，然后小楼梯，然后大家都住在那个小房间里。我去的深圳也跟他就住在一起，一个小房间，客厅就一点点，就那种大家都是打工的人住的那种地方，真的是母爱很伟大。但就是你要住的舒服，他大床就给你睡，他自己睡小床，就睡得跟客厅睡在一起，就摆了一个床，卧室是个一室一厅吧，那种房子，小房子。他赚了很多钱来帮你吗？后来没有，后来就有一部分钱赚了一笔钱，然后呢赚了以后呢，还把这个事情托付给我们家一个亲戚，然后暂时管理。然后呢，后来我在考学前，他就来上海陪我，因为在上海开销也很大，租房啊或者各方面。当时上一节课是500块钱，07年的时候。那一堂课500，一周要上几次这样的课呢？像有声台形表，就最基本的3门课，然后呢一周大概每一个就上3节左右。然后再加上住房，你们租的房子也应该不会太贵吧？几千块钱吧。那这孩子要热爱艺术，还是挺费钱的。太费钱，一个梦想，太费钱了。当时还到北京去考中国音乐学院，当时上一节课那更贵，800一节课，就上大概20-30分钟，还没有说上到40分钟。当时觉得太吓人了，我们就跑了。跑了，就上了1节就跑了。对，北京学不下去了，就这种感觉。我当时是休学了1年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就是我当时打完球，就有一个人跑过来找我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们这里当时是在放《一起去看流星雨》，然后我们这里马上做一个新版的《一起去看流星雨》，特别厉害，湖南卫视放。”他说：“你要不要来？”太好的机会了。对，都来，然后就把我带到了长沙。又跟我讲很多韩国偶像什么乱七八糟的事，其实是个骗子。就我真的是义无反顾，你就去了。当时后来就扯七扯八，就是还让我爸妈去投资。投了吗？投了。我妈就是真的也是急了钱，就把所有的钱都又投了，10几20万吧。也挺多的。但是其实我的工资就是1万块钱。太能忽悠了这帮人。对，真的就是忽悠。些弯路啊，但我觉得没有对错啊，我也不后悔。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很多的经历，你要年轻就是不要害怕摔倒。年轻是可以用来去犯错的嘛？对。去骑行西藏。说说你为什么有这个冲动？是意思你签了公司以后就骑不了了？当时就是很美好，就像大学恋爱啊，或者是说你大学谈恋爱了。
每个人大学应该都会谈恋爱。你不说你谈的多吗？不多。你是跟女朋友一块儿去骑的吗？没有。哦，已经分了是吧？不说了。骑了多久？骑了1个月。真骑到西藏啊？从哪儿出发？从成都。我当时是拍完一部电影，然后在很偶然，在那个快杀青的时候，在那个宾馆里，他放了一本书，《中国最适合骑行的地方》，我就很好奇，我就把那个书看完了。看完了以后，我说，我说我毕业了，我应该去，我就跟好多朋友说，我说你们去不去？好，去。最后3个人还摔回去一个。对，就是我，因为他们那时候，因为你没有基础嘛，去那边他们都是上坡很久，大概5到10公里，下坡5到10公里，基本上半个小时都在下坡，你把不住龙头或者怎么样，咵就摔了，或者有个石子儿，你弹起来崩一下。你有遇到什么就是什么泥石流呀，或者什么？在西藏的边界那个时候，当时是前几天是根本就不让你走，它是路没有通。后来呢，是你过去一定要签那个生死状，按手印的，才能过去。我们不让你过，是你自己非要过的，就跟你讲清楚。然后我当时还特别机智，这待了几天在那逛，有寺庙啊或者什么东西，还买了一双套鞋。结果那套鞋就特别有用，我帮好几个人就把那个自行车，因为推是推不过去的，都要扛你这个，如果不穿套鞋，你整个小腿都是陷在泥里面。那是胶靴是吧？就那种深筒胶靴，我就咔给帮他们把车子都扛过去，然后他们从山上他们过。可是你自己去，你家里面人不担心吗？担心，我妈那时候就他妈又出来了，一直打电话就是跟我说不行，她说我带你去旅游，我给你钱，或者你去干别的事情，我都支持你，别去这个，因为都听说很危险，每年都要出事儿。那个地方因为弯道太多，很容易摔下去，就一边是山崖，一边是悬崖，要不就河流。然后呢，当时我姨还跟我妈说，她说你哭啊，打电话你就哭，哭了以后你儿子心软了，他就说不定就不去了。然后我妈就说我哭不出来啊，我说你怎么哭啊？我哭不出来，怎么叫我哭？然后也没办法。再者哭出来，我儿子还是要走。对，当时我在过去几年真是发现你妈怎么着没用，你做就是你决定的事儿你都要干。然后大家都说你特别爱运动，你都有哪些运动呢？就比如说设计过的篮球，我知道你特别喜欢，打了多少年了？从我初2、初3开始打篮球。你是打哪个位？属于得分后卫嘛。就一开始，因为那时候有动漫嘛，《灌篮高手》，就看了这个受启发，想打球。然后学校里确实，课间的时候吸引目光嘛，这个运动男生。但后来呢，就我没被校队录取，没选上。后来我就自己一个人默默的老在家里楼底下就是打球。就这样。一个人打球？就很多时候是自己一个人。但是你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弃这项运动。对，我喜欢，还是真的后来才发现你是真正爱这项运动，不是说为了打给别人看，要拿那个腾讯企鹅的 MVP， 就这是一个还是挺困难的事情，因为当时我在拍《云溪传》，然后呢之前也有训练，当时是每天大概工作时间14个小时，收工了还得路程回去卸妆，然后还得进行2个小时的训练，篮球训练。我就每天都大概睡4、5个小时，再累你也要去训练。对，当时我记得都是练的，就是每天都是那个鞋子和袜子都是湿的，就鞋已经就是从鞋面湿到鞋底，就那种感觉。所以减肥对你这样的人来讲就是小菜一碟儿，只要你定了目标，你就能把它减下来，是不是？没有胖过。你先喝口水。你就是这么噎你妈的吧？你挺能说的哎。还有好多没说的呢。下次把你妈请来行吗？可以啊。对，我觉得你妈他们觉得我和我妈待在一块儿就像演小品一样。要的就是这效果。你想对他们夫妻说点什么呀？我应该祝福他们吧。对，希望我能让你们的感情更加稳定。张德汉是个标准的帅哥，体能王，运动健将，一身腱子肉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每天都在运动，带着他的小翘臀蹦蹦跳跳养生，打游戏、泡脚，这都是每天的习惯。有爱心，
喜欢小动物。我记得在《来吧冠军》里面，他要跟那个刘翔两个要跨栏，然后刘翔已经跑了一轮了，很累的时候，张哲瀚就一直拉着我的袖子说我想再跟他跑一轮，求今年让我再跟他跑一轮。然后我当时都有点心软了，但是后来导演说刘翔高跑日了很累，然后就说算了吧。然后张哲瀚就特别的遗憾，他说我做梦都想要跟世界上最厉害的运动员来比拼，他就是有这个兴趣爱好。对，我们是高能少年团认识的嘛，第一天说聚会了，请大家来坐一坐，那女生都到了，然后问他在干嘛，他说他需要保养，要敷面膜。我跟蒋梦婕谁都没有什么敷面膜，然后他说他顶着面膜，我当时就觉得他还对自己的那个就是形象啊还挺在意的，就是特别的会保养自己的皮肤。记得当时跟他一起拍《班书传奇》的时候，他拍打戏受了伤，然后非常的坚持，也不会跟导演呀还有其他的演员讲，就自己默默的去承受，然后非常努力投入的拍好每一场戏。他也是一个很诗情画意的男生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我觉得一开始听他讲他去西藏骑行的故事，我就很佩服他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毅力，而且非常自律的男生。这样的一种很浪漫的旅行，我觉得是终生难忘的。而且也知道他好像最近也去了台湾进行那个环岛的骑行，真的是很厉害。所以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酷、很有理想又很浪漫的男生。好，先写3个吧。来，你来念，第一个是登珠峰，对第二个呢？带老妈环游世界，第3，去最美的地方潜水。瞧瞧人家，没一部跟工作有关的。每一个跟工作有关。那经纪人一看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家这艺人太那个什么了。”哎，我觉得特别有态度，没一个跟工作有关的。先学会生活，才能工作，是吧？